Hello， 大家好，我是达海尔。今天这部影片要来介绍《崩坏：星穹铁道》里面最新推出的5星限定风系角色刃。这部影片会完整涵盖刃的所有技能、行机、星魂、光锥、仪器搭配等等。希望看这部影片之后可以帮助你更了解刃这只角色。当然，前一部影片有先比较简单的介绍刃的一些技能效果，那这部影片会更多的是聊到刃的一些技能的数值等等。首先是刃的战绩，刃的战绩在释放完之后不会对敌人造成任何伤害，相反的，它会对自己造成血量上限 30% 的伤害，并且使用完战绩之后，自身的回合不会结束。释放完战绩之后，会让刃后续3回合的普通攻击都变成强化版的普通攻击。那刃在战绩释放的那个回合数进行的强化普攻是不算一个回合数的，所以其实刃在释放完战绩之后是可以用到4次的强化普通攻击的。强化过的普通攻击会攻击主要目标以及目标两侧的敌人。那关于这个强化普通攻击，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个强化普通攻击它是不会生产出任何战绩点的。在一场战斗中，我们通常都是会让刃长期处在有战绩效果的状态。刃在场上基本上就是每4回合耗一个战绩点，但不产任何战绩点的角色。在技能倍率这边，刃的强化普攻会同时吃到攻击以及生命的加成，其中吃生命的部分会比吃攻击力来得多，这会影响我们后续在选择仪器属性的时候会优先考虑生命值，以及队友选择的时候相对并不是这么需求提升攻击力的辅助。再来是刃的终结技，其实它的终结技跟它强化的普通攻击还蛮相似的，就是打一个敌人然后扩散给两侧的敌人，但最不一样的就是这终结技有一个效果，会强制固定刃的血量，让它的血量变成 50% 的血量。那刃 50% 的血量其实相对已经算比较安全健康的血线了，因为它 50% 的血量很有可能比其他角色的满血都还要多一点，毕竟它主要就是对生命值的嘛。在实战中，我觉得它的终结技比较可以当成一个防止自己暴毙的手段，不急着一定要有终结技就直接开。毕竟刃的血量常常上下横跳，有一个终结技比较保险，而且也可以累积出终结技打更多的伤害。终结技跟刃的强化普攻一样，都是吃攻击以及比较多的生命加成，同时还会根据刃在本场战斗中损失生命值的百分比，再额外提升伤害，但不超过刃生命上限的 90%， 并且在释放完终结技之后会重新累积。那终结技的倍率差不多相当于释放 1.5 次刃的强化普攻，以需要130点能量的大招而言，其实并不算非常可观的伤害。再来，刃只要在受到伤害之后，它左下角的那个头像累积就会累积层数，累积到5层之后，刃就会释放它的天赋。天赋能够造成的伤害基本上跟它的1次强化普攻是差不多的，但强化普攻是打扩散伤害，天赋则是会直接攻击敌方全体。攻击完敌人之后，还会给刃一个血量恢复的效果。刃在实战中其实会还蛮频繁触发这个天赋效果的，尤其可能在敌人越多或者刃受到持续伤害的情况下，天赋能造成的伤害量甚至可以比平常的强化普攻还要多。而且80等的行击效果还可以额外解锁提高这个天赋造成的 20% 的伤害。其他行击效果则是可以增加刃在场上的生存力。星期2提高刃血量低于 50% 的受治疗量，星期4则是让我们释放强化普通攻击之后，击中处于弱点击破的目标的话，刃会恢复自身血量上限 5% 加100的生命值。最后还有就是刃的秘技效果，会消耗自身生命值，对敌方全体造成伤害之后进入战斗。好了，那我们看完一些刃的基础技能介绍，接着进到实战，讲一下我自己用刃的一些实战感受。首先，刃的队伍我给它放了布洛尼亚、银狼跟罗刹，因为刃吃到攻击加成的幅度比其他主要输出来的少，所以像布洛尼亚这种拉条加速度加暴击伤害的，银狼这种给敌人减防的辅助会更适合刃。然后刃的一些伤害，像是终结技或者天赋要掉血，都是跟丰饶角色比较适配，所以我给它搭配了罗刹。那你用这样的队伍去进到副本里面自动战斗，可能会挠一血。为什么呢？因为刃它不怎么叠攻击，
布洛尼亚拉人的时候，可能是看攻击最高的吧，所以我的布洛尼亚基本上不太会把刃拉起来去进行攻击。再来就是刃的大招释放，其实还蛮看时机的，会比较建议就是你释放完刃的大招之后，不要直接接战绩的释放。如果你这样接着释放的话，你的刃大概很容易死掉。不过当然你有罗刹的话就还好，因为罗刹会给刃自动奶一口嘛。那有些人会好奇，就是刃一直吃掉罗刹的自动奶，会不会让其他人的血量就是回不上来？其实不会啊，因为罗刹的奶量真的非常多，所以这不是需要太担心的问题。比较需要担心的问题就是，刃吃了罗刹的奶之后，假如你不是装备它的专属光锥，是装备阿兰的光锥的话，有可能吃不满攻击的加成。那一般使用刃的时候，还是会比较建议可以手操啊。那我目前用的刃，它的练度还稍微比较低一点。一般练好的刃，它血量应该是可以跌到7000以上，在场上就算是半血，你也不会觉得它有任何的生存压力。那使用刃，如果对面的敌人数量比较多的话，刃会有越好的发挥，就是它的对群其实会比对单强。综合输出表现绝对不输希尔或者景渊，而且它还有非常高的生命值。接着我们看到刃的星魂效果，星魂1简单粗暴地提升它终结技对单造成的伤害，能够额外根据刃的损失生命值去提高刃终结技对敌人单体造成的伤害。提升伤害的星魂对刃而言是非常不错的，小缺点就是它还是不能够提高超过生命上限的90%，以及终结技的释放其实没有强化普攻或者天赋来的频繁。再来，星魂2的效果能够让刃在释放完战技，在地狱变的状态提高15%的暴击率。基本上一般人用刃都是会长期处在有战技效果的那个状态，所以相当于给刃提高常驻15%的暴击率。接着是星魂4的效果，它能够让刃血量掉到50%以下的时候，提高它20%的生命上限，而且可以提高2次。那提高生命意味着它的强化普攻、天赋还有终结技的伤害也都会得到提升。整体而言，4命提升幅度也是比较不错的。但想当然，提升最大的还是刃的6命，它可以让刃天赋充能层数降低到4层，会让刃反击效果触发变得非常频繁，而且还会提高刃反击造成的伤害。但是提升幅度我觉得比较巨大的一个命座。不过整体而言，刃的所有星魂，前面几个星魂提升幅度都比较一般。虽然提升伤害的效果都不错，但还是比较像锦上添花的感觉。灵命整体机制比较完整了，除非你要抽到6星魂，我觉得才会比较值得去拼这个星魂。接着我们来简单聊一下刃的光锥仪器选择等等。光锥首选自然就是本期 UP 的专属光锥，它能够无条件提高暴击率、生命上限，以及在装备者消耗生命值之后提高造成的伤害。这个光锥对刃的加成比其他光锥来得多，主要是因为刃的很多技能都会吃生命加成，而且它是直接提高伤害，会比其他只有加攻击的光锥效果来得更好用。也因此，另外一个同样是提高造成伤害的光锥，阿兰的光锥也会是非常适合刃的一个光锥。目前其他所有毁灭光锥基本上都是以加攻击为主，包括刃自己头像的光锥，所以并不是最适合刃。但如果你没有阿兰跟刃的专属光锥的话，可以优先考虑去装5星克拉拉的光锥，白值比较高，而且在击杀敌人之后也可以提升造成伤害。商店毁灭光锥也可以，不过会要求需要能够击破敌人的弱点。仪器部分，在这次版本更新出来的使者套以及繁星竞技场套非常适合刃，尤其是4件套的使者套能够加生命上限以及暴击率，对刃而言都是提升比较大的属性。至于2件套，如果你还没有刷到繁星竞技场，停转塞尔索图跟它的差距其实并不大，甚至如果你有满命的刃，能够更频繁触发出天赋追加攻击的话，停转塞尔索图的效果还会更好。次条部分，躯干选择爆伤或者爆率，其中如果你的仪器还有光锥都有加到爆率，可能可以优先考虑去叠爆伤。蝎子选择生命或者速度，其中我觉得生命会是一个比较稳定的选项啊，速度可能可以加快一些刃的行动，但如果你有配合布洛尼亚的话，很多时候你的刃其实就是被布洛尼亚给拉起来的，所以我觉得生命会比速度通用。次元球选择风属性伤害提升，连接身选择生命值，负4条爆伤爆率生命速度，
当然也可以拿一些攻击来提升刃的一些伤害。队伍搭配部分，罗刹是最通用、最适合刃的奶妈，没有的话可以换成白鹿或者娜塔莎。比较不推荐存护，因为会让刃比较难扣血，比较难触发天赋。终结技的伤害也会因为有护盾的存在，没有扣血而减少。辅助位首选布洛尼亚，它能够拉条，给刃提供暴击伤害，加上刃本身不怎么消耗战绩点，算是最适配刃的一个辅助。没有布洛尼亚的话，能够给队友加速的艾斯达算是一个下位替代。最后一个位置则推荐能够给敌人减防上弱点的银狼，或者同样拥有大量群体减防效果的佩拉。瓦尔特终结技能提供的易伤效果也可以了，不过推条对刃的帮助相对而言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刃有时候可能也会想要受到一点伤害。一个完整刃的队伍搭配可以是罗刹、布洛尼亚加银狼。刃因为不太吃攻击拐，所以目前适配的角色相对其他角色而言也比较少一点点。好啊，最后来简单聊一下刃的抽取建议。假如说你是一个目前没有什么5星输出角色的玩家，然后可能你有一些刃比较适合的队友，像是布洛尼亚，那刃绝对是一个你可以优先考虑去抽取的输出角色。把它作为主输出，伤害绝对不低，而且玩起来也蛮爽的啦。不过相较前2期的罗刹或者银狼，作为主要输出的通用性肯定是不如辅助的。最后要不要抽这只角色，可能还是得回归你对角色的喜爱以及未来版本的规划。那未来版本就是下个版本会推出卡夫卡，再来就是影月跟福玄，其中像刃、影月或者可能卡夫卡也算，都是比较偏队伍核心输出的角色。那资源有限的玩家建议就在这几只角色里面自己评估一下哪一只可能你会比较喜欢。那希望这部影片有帮助到你，看完喜欢的话千万不要忘记点赞订阅我。我是达尔，我们下部影片见，大家拜拜。